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我们想提醒大家，这个星期三又是我们的会员直播时间。那如果会员朋友有问题想要讨论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另外呢，有一位台湾的朋友写信告诉我们，他要住院开刀，那我们也由衷的祝福他早日康复。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几个重点话题包括了：一、武汉完成1000万人检测，真的零确诊吗？二、中共航母要攻东沙岛，美国用激光武器威慑。三、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背后不满权谋算计。那话不多说，马上来看第一个话题：武汉完成1000万人检测，真的零确诊吗？那大家知道武汉在4月初宣布疫情清零，但是5月9号和10号却要连续出现6例确诊案例，引发各界质疑武汉疫情的真相。那当局也随即宣布推动10天大会战，要在10天之内将武汉1100万人做完核酸检测。那25号，网络公众号财经内参突然大肆宣传武汉彻底稳了，宣称呢，武汉已经有超过1000万人完成检测。虽然每天都发现新的无症状感染者，但是强调目前尚未发现一例确诊患者。因为中共官方呢，并没有把无症状感染者列入确诊案例来计算。那该媒体还发出精心设计的宣传海报，强调武汉开启全民安全感，还说呢，我们要向世界证明，这才是最安全、最美好的样子。那这篇报道最后还说，真的十分庆幸能够生在中国，以及再一次感谢祖国能庇护我们性命无忧、健康安全的活下去。好，看到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由衷希望武汉疫情真的能够全面的清零，那大家呢都能平安健康，不用担惊受怕。不过这次的零确诊消息呢，我们得提出几项质疑第一，这次的数据报告是否跟过去一样存在着隐匿真相、造假数据的陋习呢？从疫情发生开始到现在，我们节目跟大家已经多次的分析过中共隐匿疫情的种种证据，就连美国五眼联盟也都掌握证据，指控中共销毁病毒样本。那台湾当局更担心中共可能会隐瞒第二波疫情的爆发。事实上，中国的财新网日前才报道披露，根据武汉在4月份完成的上万人血清抽样调查呢，可以推算出武汉1100万人口当中，至少有50万人已经感染病毒。那这篇报道随即在新浪、搜狐等主要网站广为转传。不过呢，这篇报道也很快就被消失了。那根据过往的经验，中共积极删除、屏蔽的信息呢，往往是比较贴近事实的真话。因此，武汉是否真的零确诊？那是否真的只有161名无症状感染者呢？恐怕要打个问号。其次，我们不知道这次武汉大会战使用的检测试剂盒是哪里制造的呢？如果是中国制造的话，那么可要当心了。因为此前中共销售或提供给外国的试剂盒呢，被普遍反映质量不佳。捷克说错误率达80%，那西班牙与土耳其也说准确率只有30%，那菲律宾则说准确率40%。那换句话说，如果丢个铜板来检测，准确率有50%，都还比试剂盒高。所以呢，如果武汉使用国内试剂盒来进行检测，那么这次检测的准确率呢，可能得打上一个更大的问号。此外，虽然大力宣传这项消息的是网络公众号，不是中共党媒，但是从文章报道引用的数据内容以及预先制作的一系列宣传海报来看呢，这次宣传计划应该是中共官方或武汉当局在幕后操作才能获得这些资源。而且中共向来擅长宣传战，特别是敏感的、争议的舆论引导呢，往往是先交由外表看似民间性质的网络公众号或商业媒体先抛出来带风向、测水温。那万一引发强烈的反弹，或者是日后出了事了，那官方呢也可以轻易的切割关系说不是我们干的来自保。所以，虽然我们很希望武汉疫情真的清零，不再有病毒的威胁，但是从这些疑点来看呢，这次的全民安全感宣传呢，很可能是官方策划的一项舆论维稳战。那除了是要再次宣传武汉安全、推动复工复产之外，那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中共的颜面，以及维护官员头上的乌纱帽。话题二：中共航母要攻东沙岛，美国用激光武器威慑。我们之前讨论过，自从台湾总统大选落幕之后呢，美中双方的军事动作是有增无减，而且是你来我往的隔空较真。
比方说，中共军方5月14号在渤海举行为期2个月的军事演习，那当天美军也主动公布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那日前呢，日本媒体披露说，中共军方8月份将在南海举行登陆演习，那模拟登陆攻击呢，隶属台湾的东沙岛，引发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那接着呢，美方公布说，先前感染疫情而停摆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已经在20号重新出海，回到菲律宾海域部署。那到了22号，美国太平洋舰队更主动公布了军舰波特兰号使用了激光武器，也就是雷射武器，成功击毁无人机的画面片段。那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美军军舰射出强烈的激光，精准地打到无人机上，让无人机随即起火坠毁。那这次的激光武器呢，也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好，很显然，美方一连串的军事动作呢，是针对中共而来。特别是这次的激光武器画面呢，不但是高度机密的高端武器，而且还是由太平洋舰队主动公布。那显然是要向北京发出信号，警告北京，美方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做好准备，不要轻举妄动。那到了24号，香港媒体报道披露说，中共8月份的军事演习确实将派出航母舰队经过东沙岛，但是又强调，这次演习的意图呢，不是为了夺取台湾的东沙岛或太平岛。那看到这里啊，我们不难发现，美中双方呢，虽然还没有发生实质的军事冲突，但是双边的校正对垒啊，确实越来越频繁，那行动规格也越来越升级。从过去的军舰、军机的航行示威，到现在升级到军事演习和激光武器的部署，或许可以说啊，美中双方的剑呢，都在逐渐的出鞘，刀光剑影开始亮晃晃的舞动了。而美中双方军事亮剑的目标呢，无非将落在南海或者台湾。那至于美中双方会不会真的发生军事冲突呢？目前几率应该不高，但是不能排除双边会擦枪走火，导致小规模的军事摩擦。那事实上，中共内部对于是不是要在此刻对台湾实施武统呢，也是内部意见分歧，激烈的交锋了。曾经以超限战一书声名大噪的前空军少将乔梁5月4号发表文章，提醒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武统工作要谨慎，不可轻率造进，否则一定会招来美方介入，甚至拖累中国的复兴大业。但是对台鹰派的前南军军区副司令王洪光呢，稍后也公开批评乔梁的论调太过保守，宣称统一台湾是复兴大业的重要内容。所以简单总结，美方知道中共确实有着趁意夺台的野心，因此成立了重兵协防台湾，避免中共突破第一岛链向太平洋地区扩张。那至于北京方面呢，也对美军的还击力量心有顾忌，而且内部意见不一，再加上疫情和香港国安法的争议，引发全世界的反弹围攻，以及中国内部经济不佳，还有内部政变的压力，北京如果选择对台湾动武，很可能会对中共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多重压力与危机。话题3，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背后不满权谋算计。众所瞩目的香港国安法很可能会在周4的人大会议上通过，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评与争议。那香港市民也重新走上街头，重启去年反送中运动的街头浴血抗争。上周日的抗争行动就有120人遭到警方的扣押。然而，为什么北京要急着在此时强推香港国安法，不惜撕破一国两制的画皮？特别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还曾经是邓小平的承诺。邓小平说：“不会变，不可能变啊！这个好，这个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对，就算说50年不变了，50年之后更没变的道理。”那这个问题背后牵涉到中共的许多权谋算计。那我们也曾经在上周的会员直播里初步的谈过。那现在呢，再跟大家做比较全面的扼要说明。北京方面呢，其实有着多重方面的意图。第一，香港反送中100万人游行活动呢，即将在6月9号届满1周年。反送中运动呢，堪称是中共统治史上历时最长的境内公民抗争，北京到现在都无法平息，让当局呢是颜面难堪。因此急着通过国安法，想公开以国家安全和反恐的名义来升级镇压，尽快的清场。第二，从6月份开始呢，
包括了100万人游行周年、6·4天安门事件周年，还有7·21元朗白衣人攻击、8·31太子站事件等等多项的纪念日或者是敏感日呢，都将相继的到来。那香港民间的抗争行动也势必会大幅的增加，也会让香港的抗争战线呢持续的延长。那这样呢，不但会增加中共的政权风险，也必定会让香港引来国际社会的关注，增加中共的压力。所以，北京更希望尽早扫平抗争行动以免后患连绵。第三，中共担忧香港抗争呢会持续向中国大陆辐射，在中国各地埋下更多的抗争火种。特别是今年中共掩盖疫情已经造成许多的民怨，下半年随着疫情的再次复发，还有经济持续不振失业潮扩大，那将会促使更多中国人对中共不满，更可能会效仿香港走上街头抗争，高喊光复当地时代革命的口号。那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那就跟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就是辛亥革命是极其相似，出现各省纷纷响应的社会效应，从而迫使清朝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成立。第四，过去2年来北京当局在重大政策上连连误判，包括了美中贸易战、香港区域会选举，还有台湾大选，以及这次的疫情外宣战和口罩外交等等。那不但是误判局势、决策错误，导致挫败连连，也遭受党内的批评压力。因此，当局急于求得胜利，来稳住权位与地位。而香港对北京来说呢，正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就像一块放在虎口前的肉。第五，去年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大获全胜，亲北京的建制派呢全面溃败，让北京丢尽了颜面。那北京不希望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再度失利，因此提前全面压制反送中抗争，来试图制造红色恐怖和心理战，来遏制泛民主派的选情声势。第六，中共希望趁意夺港，进一步稳稳牢控香港，来推进党魁念兹在兹的中国梦口号。第七，一旦彻底拿下香港，中共的统一大梦就只剩下台湾。那如果没有香港抗争力量的牵制呢，北京就可以集中精力专注于对台湾的统战或者武战。第八，目前疫情仍在世界各地发酵，要造成各国经济衰退，加上美国即将在年底举行总统大选，那北京可能研判各国此刻应该是无力也无暇阻止中共的夺港计划，因此评估现在是最佳的夺港时机。第九，现在中共遭到全球围攻，追究疫情责任，那北京试图再次重演围魏救赵的戏码，所以特意在香港纵火，来掀起激烈的抗争冲突，来分散国内外视线，让焦点从疫情究责转向香港去。那一方面是为了掩护中共自己的罪责，二方面也掩护武汉病毒所的机密。第十，借由趁意夺港的计划北京很可能也想借机测试美方和世界各国的反应，从而评估如果中共武统台湾，那各国会不会有反应，会反应到什么地步？那这样就有助于北京布局下一步的对台统战或者武战。11，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不但北京国安人员有可能进入香港直接抓人，而且还可能直接抓捕任何香港居民以及过境香港的旅客，并且直接送回大陆受审或关押。那这一点会让北京更有力量捉拿香港的反西派势力。12，很多人会问难道北京这么傻，不知道这个时候打压香港会引起国际反弹吗？北京当然知道，北京知道夺取香港一定会引发国际社会的抨击，所以也有意借此来刺激美国和国际社会介入保护香港。那么北京就可以顺势在国内大力推动爱国宣传，来煽动民主主义情绪，挑动中国人民斗争海外与香港。那进一步说这个举措可以达成3项目的。第一，可以直接强化中共官方说的反华势力煽动港独的叙事，可以强化北京镇压香港的正当性，并且吸纳更多的民间力量来斗争香港与国际社会。第二，可以间接强化中共官方说的外国用疫情抹黑中国的叙事。那北京可以通过宣传外国势力支持港独，来顺势合理化党被外国用疫情抹黑，以及党被反华势力攻击等等的虚假论述，从而在国内甩脱疫情的责任，疏解北京的政权压力。第三，
北京当局要利用香港问题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来集中力量对抗香港与海外之际呢，也可以在国内抢占舆论阵地的高点，同时呢，召唤民族情绪的非理性力量来壮大自己，用来压制国内和党内的反习声浪。不过呢，接下来还有一点呢，非常值得注意，就是中共与印度之间的边境摩擦会不会升级成小规模的战争呢？那依照目前的局势北京很可能呢不惜在边境与印度发生小规模的战火。为什么呢？一方面呢，北京认为印度的军事实力不够强，好欺负，想要借此呢另取一胜，来挽救当局的衰败政绩。二方面呢，是要借此恫吓世界各国别在疫情和香港问题上与中共作对。那三方面呢，也是向国内人民营造一种当局强势有为、爱国卫国的强人形象。或许有人会说，中共真的会考虑这么多吗？其实呢，中共的战略决策经常有个特点，就是战略决策的非理性和战术执行的高度理性。那用白话来讲，中共会为了达成目的不择手段，出尽奇招，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和人性的约束，所以呢会思索一般人不会想的战略，比方说利用疫情来镇压抗争，夺取香港，所以呢叫做战略决策的非理性。但是呢，在如何达成战略的战术步骤上呢，为了害人或者是掠夺，中共又可以考虑的相当严密，让人觉得细思极恐，所以叫做战术执行的高度理性。那这些特质我们未来还会持续的看到。不过呢，这一次北京会不会再次被他们扭曲的共产党思维以及封闭狭隘的世界观影响，从而再度误判局势呢？我们等着看吧。好，今天先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订阅、留言、按赞，跟你亲朋好友分享。那订阅之后，请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您就有机会收到我们的新节目通知了。我们下次再会。